命由八字先天定，运由风水起波澜。大家好，我是三亮道人，欢迎大家收看我们的节目。那2025年呢，是一个注定不平凡的年份，一场罕见的天文奇观七星连珠，将在马上就要到来的28号前后震撼上演。那说起星空异象，自古以来呢，便是被赋予了这个神秘色彩，牵动着人们对未知的好奇之时呢，总会引发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和解读。那么2025年这个七星连珠究竟预示着什么呢？它仅仅是一场天文的盛宴，还是某种变革的先兆？结合中国道家文化，我们又该如何去应对这一特殊的时期？那这次呢，我会从玄学的角度解析此次七星连珠的意义，分析它对不同生肖个人的运势、社会经济以及文化变化的可能性，并提供实用的提醒和建议，帮助大家趋吉避凶，把握机缘。哎呀，七星连珠是吧？这种还有九星连珠是吧？这个我记得我上初中的时候啊，当时就有一本特别广为流行的一个寓言啊，我不知道李老师还有印象没？叫《诺查丹马斯寓言》，对吧？也有翻译叫诺斯特拉丹姆斯这样一个大预言家。当时他预言，当然这个预言后来没有应验的哈，虽然也拍成了电影大片，说2012嘛，是吧？但是我其中印象最深的就是他讲到在世界末日的时候会出现这种所谓的大十字的星象。他讲的还不是连珠，是在天空中排成了一个十字架这样的一个形状，是吧？所以每逢听到这种七星连珠啊、九星连珠啊，都会引起人们特别的关注哈。那李老师，这次我们讲的这个七星连珠，它指的是哪7颗星呢？主要呢，通常讲的就是水星、金星、火星、木星、土星、天王星和海王星，它会在这个同一侧天空相对应的接近，几乎排成了一条直线。那这一现象实际上就是由于这个各大这个行星围绕太阳公转的时候偶然形成的这个像从视觉上形成了一条线造成的。这个确实也是要跟大家去科普一下。我们讲的七星连珠也好，5星、9星也好，其实它只是相当接近了，对吧？相当接近一条直线。对，我们不能把它理解成真的是这个像我们排队一样，是吧？这个那么整齐，因为不可能嘛。这么多这个行星，它们本身它们的自转的周期、公转的周期差别很大呀。对吧？有的很快就转完一圈的，有的需要很多年。所以呢，它其实是一个相对的，大概在一个区域里面，我们就把它理解成是七星连珠的天象了，是这样的，是吧？这个是很难得的。上一次发生七星连珠的时候是公元2000年，也就是25年前。25年前那个时候都有一个预言呐，说这个地球要毁灭了啊。但是确确实实，因为它这个七星连珠啊，因为对地球磁场造成非常大的这种破坏，欧洲就那一天呢，圣诞节的时候就发生了飓风，这个可以在网上查到的。这个确实也会引发一些这个不好的事情。那再下一个七星连珠，那个要时间长了，那要等到这个100多年以后了，也就是2149年才会碰到。所以也就是说，这种天象奇观，一辈子可能也就看那么1、2次了，是吧？对。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讲呢，也希望除了待会儿道长要给大家讲一些玄学意义上的解析之外呢，实际上即便是作为一个天文奇观，其实也是值得大家去关注一下的，是吧？我们到时候大家也可以去刻意的去观察一下这个。所以这个机会很难得。那么它最佳的观赏时间是什么呢？2月28号早上4点到5点之间，就是天还不亮的那会儿。对，天还不亮的时候。当然我说的是大陆时间这个时候呢，它土星、水星、海王星、金星、天王星、木星、火星将依次排列在水瓶座、双鱼座之间，那宛如一串璀璨的宇宙大糖葫芦。
啊，跨越在黎明前的浩瀚天空。所以我建议啊，选择郊区、野外开阔、没有遮挡的空地上来看。那如果是在城市，高楼天台也是不错的选择。这个具体的区域呢，大家也可以自行的。刚才道长给大家提示了一个大概的观测的方向啊，大家可以去在网上搜索一下，因为网上都有一些电子的星象图，它会告诉你啊，在这个季节，水瓶座呀、双鱼座呀，它大概在哪个方向。当然，北半球和南半球可能还有差别啊，大家可以自行去搜索一下，然后大概往着这个方向，因为我相信，7颗这么显著的行星大概在一个区域里边之后，我觉得应该是很容易去发现的。对，它的亮度应该是比较强的。对。但是除了这个早上这个时间呢，在2月28号晚上日落以后1到3个小时之内，也是观测的很好的时机。啊，就是晚上。如果早上起不了那么早的话，是吧？晚上大概还可以再观测一次。对，但是错过这个时间，他们就错开了啊。那我想着这个这么难得哈，一生可能就那么1、2次的观测时间了。对啊，如果是这个更年轻的孩子们，可能20多年前的那一次压根也没有看到。对吧？那可能就只有这，因为下次要100多年了嘛，对吧？那从人的寿命来说，可能对很多年轻人和孩子来说，可能这就是唯一的一次观测机会了。所以大家这个到那一天还是应该想起来去看一看啊。那刚才道长也讲了，就是除了传统的天文学意义上，这是一个很罕见的天文奇观来说呢，那实际上从我们道家的思想来看，那么7星连珠也好，9星连珠也好，它就不仅仅是那么简单了。可能除了天文意义之外呢，它还会给我们带来很多很多的变化和改变。那我想道长也可以在这方面给我们大家普及一下，遇到这么罕见的天象，到底会给我们带来什么？当然7星连珠这个宇宙的这种星象，比较难得啊，也许可能一辈子就碰见这1次或者2次。但是不要觉得这是好事儿。实际上啊，它7星连珠，它代表了星体能量的一种汇聚，形成特殊的这种磁场的共振，它会在地球这个表层带来自然环境的变化，极端气候、地震、海啸、火山喷发等等这样的自然灾害，就它的这个概率会非常大的。尤其是今年，不知道您发现了没有，在大陆这个很少下雨，今年特别下雪都很少，是的，几乎没有下，整个冬季几乎就没有见到雨雪，而且温度很高。是的，39、49的天，它居然温度在中原地区，温度在0上17、18度，对，这是多少年都没有见过的这种情形，很反常的，非常的反常。在一个社会意识的变革、新旧思潮的冲击，社会制度的调整，可能会出现政治动荡或者是变革。那比如说，你像这个俄乌战争，还有个体命运的这种波动，人的情绪运势可能会起伏不定，对，情绪容易会被外部环境影响。再一个，这个世界格局也会潜在的这种变动。那由于火星冲突土星这种影响，那全球地缘政治可能会进入更激烈的博弈的阶段，包括金融市场国际关系可能会出现突发性的事件。哎呀，这些我觉得其实大家都已经能够有一些明显的感觉了对，你看现在刚才道长你讲的，包括一些区域的冲突，对，包括像美国这样的大国，是吧？内部实际上你看，从新的这个川普政府上台以后，对吧？开展的内部的很多整肃改革，是吧？可以说也是造成了就是包括在美国的国内也是造成了特别大的这种影响，在全世界也会产生很多这种相关的影响吧。还有您讲的金融市场，你看这一段时间，一个是股市，再一个呢跌宕起伏的这个黄金市场，对，黄金市场、美元，哇，尤其是现在这种数字货币，对数字货币像比特币，
就把这个传统的这种金融好像给打乱了一样。所以说呢，今年啊也是非常关键的一年，啊也是非常混乱的一年啊，包括金融市场、国际关系啊、地区冲突啊，都会这个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变动。说到这个，我们讲的这个道长刚才提醒我们了，说啊，这个七星连珠，说实话，可能它唯一给我们带来这个好的一面，就是说我们可以把它当做一个天象奇观去观测。但除此之外，由于它带来了这种波动的能量，其实给我们带来了往往就是说不好的事情所占的比率还是要高很多啊。对，因为您看在历史上呢，我们也是。当然，这些记载由于历史资料的记载呀，也未必是100%的准确，但是有据可查的。你看我们历史上的一些这个最早的了，这是目前能查到有记载的最早的。那刚好这一段还正在放这个《封神榜》呀、哪吒这些电影哈。我们讲就是商王伐纣是吧？商纣王被讨伐，公元前1059年，这个讨伐商纣王这一次是吧？这是出现了这种七星连珠，当然我看资料还有一种说法，说是5星连珠。不管怎么讲呢，它也是发生了类似的这种天象灾害，是吧？对。另外呢，我们还能查到了说这个秦始皇统一六国前出现过这种行星连珠的现象。对。还有呢，就是说这个唐玄宗啊，就是开元年间，我们讲大唐盛世啊，这个开元年间物华天宝是吧，算是一个盛世景象了。但是那我们讲盛世肯定是从乱世来的嘛，它也预示着这种社会的大变革、大动荡嘛，对吧？对。所以还真是道长您刚才讲的，但凡有这样的天象，至少它都会带来大的动荡域，是吧？对。包括咱们的生产力都会带来一些大的变动。你看现在 AI 异军突起，它现在是等于是第3次生产力的革命啊！它的 AI 的突起会让好多人没有工作，好多人失业的。是啊，这一段这个从春节之后，大家在事业上谈论最多的就是这个道长你讲的新兴的 AI 这个行业的冲击哈。各种 AI 的软件、机器人产业是吧？对。啊，真的是我们也说这样的一个变革，真的是不亚于第1次和第2次工业革命了，这应该是第3次，而且是这个影响力肯定要远远大于前2次。远远大于，而且它会让这个科技加速迭代，就是会以非常快的速度这个往后衍生。啊，你看咱们小时候啊，那个年代也就是40多年前。什么都没有，家里有个电灯都不错了，哪敢想象现在汽车都是无人驾驶？啊，你这个机器人把你的所有的一切都能给做了，不可想象的。所以你看，我们经常说宇宙里边的一切都是相连的、相关的。对，天地人也是互相感应的啊。那刚才我们讲了这么多，最近这半年左右的时间，无论是世界局势呀，还是这个科技领域、文化领域都发生了这种可以说是颠覆性的变化，真是颠覆。所以恰恰在这个时候，您看天象它就也会有显示啊。对。啊，当然刚才讲了这么多，我们都还在讲这个世界局势也好，大的变化也好，它毕竟对我们普通人来说呢，还是一些相对来说虽然也会影响到我们，但是相对来说跟我的日常生活呢，还是稍微的有一点距离的。那我想可能大家更关心的还是在出现这样罕见的天象的时候，对，到底会给我们每个人，因为我们也是和天象相关的呀，有天干有地支，我们每个人都有属相哈。你看这一次我说也很奇怪，你看这一次七星连珠里边恰巧是金木水火土5行俱全了，是吧？那这样5行相连的这样的一个格局，会对我们，你看我们12生肖每个人的属相也都有5行的属性呀。对。那这一次这个连珠道长，我想知道它对我们每一个不同属性的这种生肖的每一个具体的人，它都会有什么样的影响？我们又该怎么应对呢？对，我们又该怎么去应对这种东西呢？那我们先说说这个生肖鼠和生肖猪，这2个属相
都是五行为水。那我们说到七星连珠金木水火土这5颗星都在，五行俱全。那么我们要讲一讲这五行的属性。那受水星、海王星的影响，思维灵活，但这个情绪呢容易波动，容易陷入迷恋或者是焦虑。建议多听取有经验人士的这种这个给你的建议，不要轻信流言理性决策。水星与海王星带来的这个情绪波动比较大，容易受环境的影响，建议保持理智避免被负面情绪所牵制。也就是说，水属性的星座，这个时候是很有可能受到外界的影响的，尤其是这个水星和海王星因为它五行就是属水的。那这个时候其实就是说要更加坚定自己的一些东西了，对吧？不要轻易的受到外界的影响。对。再一个呢，就是五行为土的几个属相这几个属相呢第一是属牛、属龙、属狗，还有生肖属羊的这几个属相因为受土星影响，那属羊的人可能会面临较大的这种责任的压力。建议调整心态，不要过度的焦虑学会放下不必要的这些负担那土星呢，可能也会带来考验与挑战，但也是成长的一个机会建议面对困境，保持这种信念，坚持下去，必有回报。那土星的强烈影响可能会带来压力责任加重但意味着稳固与成长建议避免过度操劳，合理安排时间，重视身体健康。那土星的加持也会带来事业的稳步上升的机会，但是呢，也需要面对更大的这种挑战，建议把握机会，同时做长期的这种规划。还有一个就是五行为木的属相，五行为木的属相实际上不多，就2个一个呢是虎因为在地支里面呢这个是寅木再一个是兔兔呢是乙木卯木都是属木的所以呢木星呢会这个赋予成长的机会，但是呢受火星的影响，冲动可能会带来不必要的这种纷争。也就是说，这个木属性的属相，它这一次不仅仅是受到木星本身的影响，对，实际上和它相关的金星也会带来影响。对所以说呢，建议大家呢，就是这2个属相的人在25乙巳蛇年要保持冷静，尤其是在人际关系方面，不要发生这个与人争执，尤其是今年这个属兔、属虎的犯三煞在我们玄学里边呢有犯三煞这一说，尽量的还不能随便的动土，比如说你家要想盖这个东厢房东边要盖房子，这就是犯三煞。再一个呢，西南方向盖房，西北角盖房，这都是犯三煞。犯三煞是很麻烦的一件事儿，尤其是在正月里边是不可以动土的。正月里边，如果你盖房、挖地基，这就叫动土。正月动土是这个财神都不到的，家里边也会各种的不平安生病灾祸呀。大家切记，正月家里想盖房不可以动土。再一个就是这个在东边盖房也是犯三煞。所以我们这个木属性的属虎的朋友和属兔的朋友，对，要更加的注意。更加的注意。好，我们再说一说五行为火的这个属相吧。五行为火的属相，生肖属蛇和生肖属马的都是五行为火。那天王星的变革力量会推动属马的人迎来突破，但是呢，也会伴随不稳定的因素建议随时调整计划，顺势而行。那火星的能量让属蛇的人更具有这种行动力但是呢，可能会导致一些冲动和焦虑，建议适当的放慢步调，避免因急躁导致决策错误。哎呀，这个之前我们提醒过很多次了，因为今年本身就是蛇年，是吧？值太岁，这个一直提醒大家，在值太岁的这一年，一定是万事都要三思而后行对。但是刚才道长也讲了，因为这个火星的它的能量，它是一种很热烈的能量
对吧？它会让你会产生一些冲动，会有些事可能这个一拍脑袋，可能就要去做了，是吧？实际上这恰恰是当你值太岁的时候是犯大忌讳的。犯大忌讳的，确实是的啊。还有啊，两个属相属金，这是一个属猴的，一个属鸡的，这是五行为金的两个属相啊。那因为金星带来人缘提升与财富的机会，但呢，天王星的这个变化性可能会让计划生变，建议灵活应对，保持冷静。那金星与天王星的共振可能会带来职场的晋升或者是财务的好运，但也有可能会因过于张扬而招致小人，建议低调行事。那金星增强了财运，但也可能会引发这个奢侈的消费或者是感情的波折，所以呢，建议在经济管理上呢要保持克制啊，避免被短期的利益所诱惑。也就是说，实际上金属性的这个属相是吧？对，是有一些财运的加持的。对，但是我们说这个避免乐极生悲这样的事情是吧？突然间有财运涌向您的时候，这个时候要冷静，要冷静，要谨慎，要注意背后可能带来的一些不好的东西。对那么我们还要注意一些这个要适宜哪些和不适宜的一些注意的事项啊。我们可以多做一些冥想啊、祈福啊、调整家宅的风水啊、佩戴吉祥物啊、净化心灵啊，但是不适合做重大的投资啊、冲动决策、长期旅行、口舌是非、情绪化的消费要注意这些。那我们如何去借势提升这个运势呢？对呀，我刚才就想问我道长，您看平时这个各个星象对应的时候，它都对我们每一个相关的这种属相的人有影响。那这一次上一次我们在讲满月是吧，是一个能量特别大的时候。那我想是不是七星连珠的时候也是一个这个星星的这个能量场特别强大的一个时候？在这种时候，我们有没有可能通过一些合理的方式，我们能借助一下这样，因为它的能量突然间变得很强大嘛。那我们如果处理好的话，是不是也能借一下这样的一些运势呢？你的这个问题提得非常好啊，就是在恰恰是这个时候啊，你做一些可以做的事情，是会能够提升家运和自身的这个身体健康的这种能量的加持的。比如说这个时候我们在打坐、冥想、练功，它会是平时你这个打坐练功的100倍的能量加持。再一个呢，你家居调整，这个时候天象影响气场，建议家中摆放五行能量相生的这种风水饰品比如说金属饰品提升金运，绿色的植物有助于木气，水晶有助于水气，红色饰品有助于火气，而陶瓷器皿呢有助于是土气。同时呢，避免家中这个阴暗潮湿，增强阳气。我们还可以佩戴一些吉祥物比如说佩戴一些道长开悟光的化解的符咒心灵净化进行一些这个静心的冥想、焚香、沐浴帮助自身能量与宇宙的同步。也就是说其实就是虽然这些事情平时我们也做，但是呢，在这样一个罕见的天象到来的时候，由于这种他们叠加的这种能量气场突然间变得很强大，所以这时候我们去合适的去做这些事情，其实这个效果是最好的，能量是翻倍的。对，能量是翻倍的所以说七星连珠是这个天文，也是天文的一个奇观，非常难得的所以呢，它在天地能量交汇的关键时刻呢，从玄学的角度，它不仅仅是一次奇观，更是一次能量转变的重要节点。面对这次能量的冲击，我们还要保持清醒谨慎决策，同时呢，要借助这次天象调整自身的这个磁场，提升个人的运势顺应天机趋吉避凶。希望大家呢在这一特殊的时刻能够把握机遇，平稳度过可能的考验，并
迎接更好美好的未来。好，那今天呢，我们就给大家聊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欢迎您关注我们的频道，福生无量天尊。